欢迎来到十六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Knock Out 的原作小说，讲一个泰拳选手呢跟一个家里蹲从刚开始互看不顺眼到最后成为情侣的故事。看过剧的头2集后呢，发现剧的整个超级大改，跟小说有非常大的出入。小说呢本身是可可爱爱少甜少甜的故事，但剧呢看起来就是有比较多的高低起伏。那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在小说里冷漠无情的拳击手呢，最后是如何被性格开朗的家里蹲收服的吧。虽然剧呢真的超级无敌大改，但注意后面可能还是会含有剧透，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共同名叫谭，24岁。8岁的时候呢，亲生父亲抛妻弃子，谭的性格从此变得冷漠抽离。为了筹钱呢治疗重病的母亲，15岁的时候就成了拳击手，为人呢不屈言笑，就算在擂台上面赢了，也从来没有展露过笑容。收的名字叫 Killing， 之后呢我会用剧的名字 King 来叫他。22岁，刚大学毕业，性格呢开朗活泼，讨人喜欢，所以呢人缘很好，家里呢经营着椰子园的生意。故事一开始 King 呢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跟一群朋友去酒吧喝酒。King 呢不小心喝多了，在上厕所的途中呢得罪了一个小混混，眼看呢情况不妙，见到身旁的陌生人就想要请对方来帮忙解围，但对方却非常的冷漠，一副呢完全不想要理的样子，而这位陌生人就是谭。最后虽然 King 呢躲过了找他麻烦的小混混，但同时呢也对谭呢很生气，想着呢最好这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谭。2个月过后， King 呢虽然在大学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但毕业后的他却整天宅在家里面无所事事，完全呢没有要出门找工作的意思。 King 的爸爸看不过眼，要靠关系呢帮 King 呢在泰拳馆呢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父亲呢直接说要断他金源，不再继续养 King， 所以 King 呢就不得不去工作，而且还需要搬出家里住到泰拳馆的员工宿舍。搬到泰拳馆的第1天呢， King 呢才知道他呢是那一家泰拳馆旗下的拳手，而且呢2人宿舍还住在隔壁。因为 King 呢新来乍到，所以呢其他拳手呢在带 King 呢去熟悉环境，还顺便呢一起吃饭，而他呢也跟他们一起去吃饭了。结果在吃饭的时候， King 呢却提到自己呢从来没有看过泰拳比赛，他呢就觉得 King 呢这是一个花瓶，只靠关系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King 呢听完很生气，还当着其他拳手的面呢跟谭呢吵了起来，2人可以说是不合到了极点。但后来拳馆的老板就要求 King 呢去说服谭呢去参加一个拳赛，而这个比赛呢谭呢之前已经拒绝过了。为了让谭呢去参赛， King 呢就研究了谭呢过去所有拳赛的资料，想要找出呢谭呢不愿意参赛的原因。他呢本来以为 King 呢一下子就会放弃了，但看到 King 呢认真收集资料，还有反复研究的样子，他呢开始对 King 的工作态度呢有所改观。为了说服谭呢参赛， King 呢还一大早的起床陪谭呢神练。 King 呢看出了谭呢在打拳的时候的弱点，而刚好拳赛的对手很擅长对付这个弱点， King 呢就去找了谭的教练，设计了一组新的训练去改善谭的问题。因为泰拳呢只要输掉1场比赛，也会对整个职业生涯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谭呢的确一直不敢打了没有把握的仗。但因为 King 呢帮忙调整了训练安排，谭呢就觉得也许可以参赛看看，只是谭呢还没有向 King 呢松口说自己的愿意参赛。后来有天 King 呢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衣服呢甩到了谭家的阳台，但谭呢却不在家，所以 King 呢就爬着去捡这个衣服，不过爬得过去却爬不回来，而且 King 呢还忘了带手机，所以 King 呢只能坐在阳台来等谭呢回家，结果却在阳台上面睡了过去。回到家看到睡在阳台的 King 呢，谭呢整个大傻眼，但看着安静睡过去的 King 呢，谭呢突然觉得这样的 King 很可爱。后来 King 呢醒了，2人呢一起吃了晚餐，边吃呢边闲聊。他呢开始觉得在一整天辛苦的训练过后，有人呢愿意陪着吃饭是一件很温馨很幸福的事。为了继续说服谭呢参赛， King 呢就说如果谭呢愿意参赛，他就会答应谭呢一个愿望，但谭呢还是没有答应。除了要说服谭参赛以外呢， King 呢也对泰拳呢越来越有兴趣，也希望呢推广泰拳文化，让更多的圈外人呢认识。而 King 呢也成功透过 Instagram 和 X 等平台呢，让更多人对泰拳呢有了兴趣，甚至还帮谭呢拉到了赞助商。看着 King 的努力，谭呢越来越相信 King， 对 King 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温柔。看到谭态度的转变， King 呢当然也感受得到，而且谭呢有意无意的温柔也开始让 King 呢觉得心动。直到一天 King 呢家里出了意外，在没有告知谭的情况下， King 呢回家处理要事，但因为很忙，所有人呢就断网了，一直联络不上 King 的谭呢就开始不安，训练也一直分心没有进展。后来谭呢才从老板的口中得知 King 呢紧急有事要回老家一趟。他呢对于 King 呢明明家里出了事却没有告知他而感到失落，
但也因为这样子，塔娜才发现原来自己呢早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 King。终于忙完家里事后的 King 呢，一打开电话就看到塔娜一大堆的简讯，还有10几通的未接电话。King 呢很开心的收到塔娜的关心，同时呢也发现在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中，自己呢居然会想念塔。后来拳馆呢全体要出差去看拳赛，塔娜说自己跟 King 呢睡同一个房间。晚上在气氛刚好之下，塔娜主动吻了 King。亲完后，塔娜还说自己对 King 的感情呢是认真的，而且塔娜还答应 King 说会参加比赛。然而就在 King 呢对塔娜的感情做出回应之前呢， King 呢却遇到了以前大学时期暧昧的对象。暧昧对象呢邀请 King 呢到他在的公司上班，而且呢还提到 King 呢本来只打算在拳馆做4个月的事情。不幸的是，他们的对话呢刚好被塔娜听到。塔娜因为小时候曾经被父亲抛弃，对人呢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所以当得知 King 呢不打算在拳馆常做的时候，塔娜就觉得 King 呢过去为他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履历好看而已。塔娜觉得4个月后 King 呢就会抛下他不管。因为塔娜自身过去的不安，所以呢导致不管 King 呢如何解释，塔娜还是不相信 King， 甚至还用言语呢重伤了 King。King 呢就觉得很委屈很冤枉，终于 King 呢忍不住情绪爆发了，在拳馆大部分的拳手都看的情况下， King 呢打了塔一拳。在拳馆争执到最后出手，是严重违反了对亏的行为，所以 King 呢就被老板召去了约谈。老板呢看出了 King 跟塔呢在为了感情的事争执，老板就助攻的问 King 是不是喜欢他。 King 呢很肯定的说是，但同时呢 King 也觉得塔呢根本不信任他，所以他想要跟塔呢退回普通同事的关系。King 跟老板的对话都被塔娜听得一清二楚，塔娜觉得很抱歉，因为自己的不安呢而伤害了 King。塔娜当然不想要跟 King 呢退回普通同事的关系，所以塔娜就向 King 道歉，还说自己是喜欢 King， 喜欢到了怕失去 King， 所以呢当初才会那么的激动。毕竟 King 呢还是喜欢塔的，感情呢也不是说放手就轻易可以放手。最后 King 呢就原谅了塔，两人呢也正式的交往了。后来塔呢有机会参加泰国最大型的泰拳比赛，但是就在宣布参赛后没多久，就有人呢匿名发布了塔跟 King 亲吻的影片。由于泰拳界呢有很多老人的思想都比较守旧，他们不能接受塔呢居然是同性恋，觉得塔呢是同性恋就是拳手失格，有非常多的舆论呢都在攻击塔跟 King， 甚至还要求塔呢退赛。而 King 的父亲也在这场骚动下觉得塔呢保护不好他的儿子，所以呢就强迫 King 呢离职，不让塔呢再接近 King。但即便感情呢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还是无阻 King 呢要帮助塔的心，所以 King 呢动用了过去在大学的人脉，让网络风向转向支持塔。之后塔呢也开了记者会，直接承认了支持同性恋，同时也说明了性向跟人类互不相干，只因为是同性恋就被说拳手失格呢是很不合理的事情。看到塔在记者会上面的决心， King 的父亲呢也再没有理由去反对两人的交往。最后整体风向都支持塔继续参赛，而且最后塔娜还赢了总冠军。在擂台上面发表感言的时候，塔娜感谢 King 一直以来的支持，还首次在擂台上面展露了笑容。之后塔娜一步一步的踏上了国际舞台，让更多人认识了泰拳的文化。King 也用这个方式令更多人对泰拳提起了兴趣。在两人交往2年后，塔娜正式的送了 King 戒指。当初塔娜答应 King 参加拳赛的时候， King 给塔的那个愿望一直都没有被使用，塔娜就用了那个愿望请求 King 跟他一起变老。之后两人同居，还一起经营一家新的泰拳馆完美小花。以上就是诺奥的原作小说故事。小说呢本身就是一个简简单单又甜又可爱的小故事，但剧呢整个大改，从本来的纯甜小说呢变成了狗血剧，人物的背景设定呢也完全不一样。个人是觉得剧本已经改到我不懂为什么要买小说的版权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样的故事。泰文小说呢可以在 Map 上面找得到，如果有兴趣的还是可以去看。小说就是轻轻松松的，不会虐。至于剧的部分呢，因为现在才刚出了2集，所以呢也不太好评论。但暂时呢个人是觉得剧呢不合理的地方有点多。不过呢因为演塔的演员跟呢他的颜值完全长在16的审美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放弃思考无脑去看的话，剧荒的时候这部剧呢也是可以看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No 奥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